说传我阵法吗？凡尘啊，本座等了300年，才等到你这具无属性灵根的身体。什么？无属性灵根却能修行，世间罕有。虽不能修任何功法，却是夺舍最完美的容器，不排异，不反噬，如同白纸。等我夺舍成功，便能一探你修行的秘密。这是叔父倾尽所有才为我寻得的一丝机缘，我一定不能失去。无属性灵根，无属性，那不是连武灵根都不如？可不是嘛，武灵根至少还能修炼，无属性连修炼都修炼不了。废物，快滚开，别挡着我们入门了！你叔父与我有旧，如此才允你入门。但从今日起，你只能是杂役弟子，去后山杂役院吧。是。又是一个走后门的。要我说，后山上的杂役都比他强，也不知给了什么宝贝，让他都能入门。别人走后门至少有点实力，他走后门纯靠关系。我看要不了多久，他就得死在后山。后山那些人可都是欺软怕硬的主。安静，不入门就赶紧离开，别在这扰乱秩序。哼，新来的是。这儿的规矩，新人干最苦最累的活，后山采石场归你，每日敲走3旁青石，少一块饭你都别想吃。采石场，那地方半年累死过3个，这小子还是个没有修为的普通人。这老头是存心想赶他走啊！多少斤一筐？80斤，3筐240斤。明白。这小子倒不像之前的软骨头。叔父常说，命非天定，全凭本心。无属性灵根又如何？若想修仙，总有办法。这是……还是不行吗？这功法能运行，可为何却吸收不了灵气？难道是因为我的无属性灵根？这就是去万存精，万物归元的意思吗？这戒指难道能提炼万物？连枯草都能提炼出生机，若是药材呢？这宝物绝不能让人发现，我一定要找到修炼的方法。若不修炼，一辈子都将活在泥里。这也是叔父送我入宗的理由。管事，这小子干了3个月了，一声苦没叫过。采石场换了多少人，就他跟没事人似的。何止不叫苦，我昨天看他鞋底都磨穿了，光着脚在碎石上走，血淌了一地，眉头都不皱。他是人吗？在最苦的活计上，能不怨天不尤人，要么是傻，要么就是心里头有东西撑着。凡尘，郑管事，有什么事吗？明儿起你就不用来采石场了，去灵草园跟王老头报道。灵草园，那不是最轻省的活吗？多少人塞钱都进不去。知道我为什么调你去吗？弟子不知。这3个月，老子一直在采石场这边，这地方累跑了20多个，你是唯一一个不偷懒、不抱怨、不耍滑的。你小子骨头硬，性子稳，是个好苗子，就是可惜了没有修炼天赋。
灵草原离仙掌门近，规矩多，不该碰的别碰。但若有本事学到东西，那是你自己的造化。弟子谨记。这本书里记载了各种药草的特征以及习性，你需在1周内熟读盲记。若无法完成，或是后续照顾药草时出了差错，你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别待在药园了。待会儿你将这些成不了气的废料绕进土里，润润土。弟子明白。这是……果然，无属性灵根也能修炼，只是世间没有其对应的功法以及灵气。等等，如果戒指能滤尽万物，功法可以修炼，岂不是可将空气中的5种灵气过滤，供我修行？果然能行。叔父，侄儿终于找到了出路。凡尘小子，这是今日份的丹渣。丹房那边昨天炸了2炉，比平时多了3成。我们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每日只有2袋丹渣，我只需提炼少许便足够修炼，再多可能导致土壤中的营养缺失，从而使灵药出现问题。这里是仙掌门最近的地方，也是最容易被人盯上的地方，绝不能让任何人发现端倪。攒了9枚，今晚该试一试了。终于踏出这一步了。那本图谱看得如何了？已全部记下。园中371种灵药，弟子能辨其形、知其性，连相克相生的配符都备好了。园中371种灵药，弟子能辨其形、知其性，连相克相生的配符都备好了。地谷子与何首乌同值一拢，会如何？地谷子喜阴，何首乌喜阳，两者根系的灵力会互相冲撞，轻则两败俱伤，药效折损；重则根系腐烂，颗粒无收，需以青石隔断，分拢而止。好好干，这园子以后多上点心。看来这是认可我了。见过师姐。我要20株50年份以上的紫丹参，立刻给我拔来。师姐可有丹房的取药文书？文书？你可知我是谁？弟子不知，但王管事交代过，任何人来园中取药，都需出示丹房的取药文书。瞎了你的狗眼！我柳依依来灵草园取药，从不需要文书。你一个新来的杂役，也敢拦我？柳小姐息怒，
这新来的狗奴才脏了您的眼，老朽回头定剥了他的皮。这会儿且饶他一命，省得误了您的灵药入炉啊！还不滚过来给柳小姐磕头谢恩，装什么死？老家伙，你这新收的杂役太不懂规矩了。若不是今天本小姐赶着炼丹，定要卸了他的脑袋。是，我这就让他快点给您采药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滚去采药，别耽误了柳小姐的炼丹大事。师姐，您要的药草。狗东西，下次再敢如此，定要你好看。管事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你知道那丫头是谁吗？她叫柳依依，是大长老柳元州的孙女，独苗。从小到大，整个太虚门没人敢碰她一根手指头。她爷爷大长老在宗门内权柄滔天，连掌门都要给她3分薄面。你今天要是真拦了她，轻则断手断脚，重则被她活活打死。你一个杂役弟子，死了就是死了，往乱葬岗一丢，连块碑都不会给你留。记住，规矩是死的，别为了一些死规矩不给自己留活路。王管事，在这些人眼里，我们的命真就这么不堪吗？你以为这是在凡间？在宗门里，没天赋没拜景的人就是凡人，死伤如何，没人会管。你我这种，不过是替仙长们打杂的泥腿子，他们闭关一日，抵我们一辈子苦劳。今后再遇到他，或者遇到别的真传弟子，不管他们要什么，你都只管给，哪怕他们要翻了这药源，你记住，活着才是你的，死了那就是野狗的。弟子记住。那个杂役在哪儿？昨天给我拔子丹山的那个，叫他给我滚出来！柳小姐，那杂役今日不在，他回后山杂役院去了。还敢躲着？你个死杂役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好看的。唉，看来是躲不过了，希望那小子能挺过去。郑老头，把你手底下那个叫樊尘的杂役给我叫出来。柳大小姐，樊尘还在送货，是有什么事找他吗？昨天他不懂规矩，被我教训了一顿，结果他不但不反思，还给我拔低级灵药报复我，害我炼丹失败，白白浪费了一炉凝元丹的主药。那些药材有多珍贵，你知道吗？他怎么敢的？你知道吗？他怎么敢的九转凝元丹不是金丹修士才能炼制的丹药吗？柳依依不过筑基初期，丹方怕是都没看懂就开始炼丹了。是，肯定是那小子学艺不精，给大小姐选错了。我这就叫人把他找来，当着您的面好好教训一顿。管事找我。柳大小姐，让我替您教训这小子，不仅不会脏了您的手，还能让这小子至少1个月下不了床。回头再罚他去冰封崖做苦力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您大人大量，犯不着跟一条烂命置气，回去耽误了修炼多不值当。犯不着跟一条烂命置气，回去耽误了修炼多不值当。哼，杂役就该有杂役的样子，再敢不懂规矩，我便一剑斩了你，替宗门清理门户。起来吧，人都走了。谢管事手下留情。你小子倒是机灵，方才你要是沉不住气爬起来，老夫可就真兜不住了。回去休息吧，明天不用去药园了，我替你向王老头那边请个假。伤怎么样了？已无大碍。来，把药敷上，陪我喝2口。
你入门那天测的是什么灵根？无属性灵根。你小子竟是武灵根，难怪被安排到我这儿。可惜了，你这信性了得，是个修仙的好苗子。看来郑大哥理解错了。为什么有些杂灵根难以修炼，而有些杂灵根却被宗门重点培养？这跟五行一个道理，属性对路，威力翻着跟头涨，那就是天才。属性犯冲，10成力能胜3成就不错了，费2份资源，打起来还不如一个单灵根的好使。5种属性在体内打成一锅，修炼难如登天。宗门也不傻，谁愿意做这赔本买卖？那没有属性的灵根呢？那就是凡人。那没有属性的灵根呢？那就是凡人，根本修炼不了。其实所有人都有灵根，只不过空气中只有5种对应属性的灵气，各属性的灵根都不用做什么，自然而然的便能吸收其中的灵气，表露出与众不同的天赋，而普通人一辈子都吸收不了，只能是凡人。郑大哥，王管事跟我说了，那柳依依是大长老的孙女，惹不得。可是我想不通，太虚门就没有规矩吗？修仙之人不是最讲究因果报应、公道天理吗？规矩是用来约束弱者、服务强者的工具，公道不过是用来保护强者利益、制衡弱者的理由。吾等凡人不识青天高、皇帝厚，唯见日暖来煎人寿。来，干了这碗酒。赤精汁喜酸性土壤，你撒的石灰多了，掺些松针浮土便好。谢管事指点。这2个月你照顾的药田没有一株死苗，之前从未有人如此认真地对待这片土地。待会儿离开时摘2株赤精回去，算是这片土地对你的答谢。弟子领命。好好干。杂质越来越少了，提炼的手法越发纯熟，这些应当够了。这些应当够了。果然，丹药的积累加上道心通畅，突破比预想的更快。凡尘，凡尘。谢管事。瞧见没？那小子的袋子比之前的人鼓了近1大圈。一个新人能有这么多？听说他在灵草园当差，王老头对他还挺满意。那地方油水多，指不定还攒了不少。凡尘师弟，听说你在灵草园干得不错，王老头都夸你呢。师弟别紧张，我们就是想借点银子花花，大家都是一个院的，互相帮衬嘛。打不过，需要多少？你先把饷钱拿出来给我哥俩看看。只有这些。这些够你生活了，那就多谢师弟了。10项，以后每个月按时交来，少1块，你就等着去冰封崖吧。不知修为，不可轻动，探清底线，再做打算。
说吧，你小子无事不登三宝殿。郑大哥，想跟您打听2个人。谁？周老三和吴平，后山杂医院的人。你惹上他们了？他们找上我，要我每月交饷银。这2个狗东西，2人入门10余年，仗着自己是老资历，往年专门欺负新来的杂役，抢饷银，占铺位，批人替他们干活。我教训过2次，消停了一阵子，没想到又犯病了。他们什么修为？凝气3层。凝气3层，杂役弟子也能修炼到这般地步？这2人是杂役中的老油条了，虽然双灵根相制，但入门早，靠着抢来的饷银偷偷修炼，硬生生熬到了凝气3层。虽说不入流，但欺负普通杂役绰绰有余。这事你别跟他们硬顶，凝气3层在我眼里不算什么，但对你来说，那就是一座搬不动的山。想钱的事，我想办法。不用，郑大哥出面，他们日后只会变本加厉。你小子打算怎么办？弟子自会解决。你是个有主意的，我也不打算问你了，但要记住，别把自己搭进去了。咱们这种人的命，只有自己心疼。多谢郑大哥，弟子记住了。丹药中有尽时，每日只有2筐丹渣，提炼的丹药勉强够我稳步修炼，但越往后，需要的灵力越是庞大。去物存精，万物归元。既然能提炼万物，那5种属性的灵气，是否也能提炼？戒指能将废丹提炼成丹药，能将枯草提炼出生机，那5种属性的灵气能否被它融合？天地间有5种属性的灵气，各属性灵根只能吸收对应的1种。我没有属性，却可以吸收戒指提炼后的5属性灵气。若能将5种灵气在戒指中融合，是否会产生更多的5属性灵气？就像无形相生一般。不行，5种属性互相克制，贸然融合只会互相抵消。若按相生顺序，以对应比例融合，是否能化解克制，形成循环？成了。那小子给的饷银都不太够用，下次不能给他留着了。他天天在灵草园待着，肯定还有不少。对，不给就把他腿打断。等等，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？哪有什么？凡尘。管事，这周老三和吴平怎么会这样？不会是惹着哪位仙家被杀了吧？都是命，抬回去，简单办个后事。下不为例。
今夜我要冲击筑基。总有一日，定要这天再也盖不住我的脊梁。等会儿找郑大哥喝酒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不能暴露修为，但至少让他知道，自己以后能活得好好的。师兄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郑管事死了！此话当真？是真的，刚才有人在灵草原外的小道上发现了郑管事的尸体，浑身都是剑伤，血流了一地。王老头已经过去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王管事，是谁干的？别继续打听了，不要让人知道你在打听这个，没用的。是柳依依，这是昨天的事。郑老头前来为主峰送药，正好碰上柳依依从丹房前来。柳小姐炼丹又炸了炉，心情不好，见郑老头走得慢，嫌他挡道，一脚就踹了过去。郑老头年纪大了，被踹倒在地，拐杖也折了，就说了句：“柳小姐何必为难老奴？”就这一句话，柳依依就拔了剑，说她长这么大来，从来没有杂役敢还嘴，便当着10几个人的面，一剑斩杀了郑老头。没人管吗？大长老的孙女谁敢管？掌门知道了，也只是说了句日后多加管束，并给安了个以下犯上的罪名，不得立牌。王老，我想请假几日。去吧。3年了，筑基巅峰已至圆满，可那道结丹的门槛始终摸不到边。听说了吗？3年一季秘境试炼又要开了，怎么没听说？主峰那边都在议论着，听说只要修在书名之门灵文灯登记就能进，散修得交灵石才放行。咱们这种灵气气的，还是老老实实干活。3年不见，他竟靠着丹药堆到了筑基后期。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。如今混元罡力已修至第3层，敛息归元术以真化境，秘境与外界隔绝，一旦进入，除非秘境结束，否则谁也无法退出。在那里，没有宗门规矩，只有死斗。有事儿？王老，弟子想请几天假。做什么去？秘境试炼。那是筑基修士去的地方，你一个杂役当真要去？弟子知道。去吧，药园的事儿我找人替你。谢王老。活着回来，这园子还等着你打理呢。弟子会的。秘境试炼为期1月，凡筑基期内修士皆可进入，宗门弟子凭身份令牌登记入内，散修缴纳灵石可入。这些内门弟子大多都在筑基初期到中期了，这几个老家伙看起来不一般呀。是柳依依。秘境之中，各凭机缘，生死自负。1月期满，秘境阵法会自动将所有心灵者传送回广场。
身份令牌。散修，没有令牌。散修，凝气三从进去就是送死。你有灵石吗？进去吧，生死自负。便坐。1个月时间，总有碰上的时候。独角妖狼，筑基中期妖兽，妖气集中在独角，那是他的妖力核心，也是弱点。撑住！撑住！多谢道友出手相救。道友且慢，这秘境凶险，不如结伴同行。不必。那是什么人？刚才那一刀，我根本没看清。别问了，有些人不是咱们招惹得起的。秘境中的灵药，果然比丹渣强得多。还是没有他的香气。找了3天，连一株像的灵药都没找到。不是说秘境里灵药遍地吗？急什么？急什么？好东西都在深处，再往里走，妖兽会更厉害，灵上品币自然也更高。可我听说，已经有散修在往深处走的时候，撞上了筑基后期的妖兽，折了3个。散修而已，能有本事？不要忘记，咱们是太虚门正式弟子，学的可是正宗功法。这方脸青年的灵力虽然是土属性，但根基扎实，比另外2个强不少。若是碰上柳依依那种靠丹药堆起来的筑基后期，未必没有一战之力。这是银叶剑兰，看模样至少是300年份，是炼制破镜丹的主要之一。神皇化形，散修吧。老大，瀑布上有人，要不先宰了他？老大，瀑布上有人，要不先宰了他？就一个凝气5层的散修，不足为惧。先把精力放在这头大蛇上。这蛇妖是筑基后期5个人打不过，还在等什么？ 3位道友，
不是约定好了合力斩杀这妖蛇吗？再不出手，阴夜剑兰谁也拿不到。口头约定也算约定，自己蠢就不要怪别人。三人站在岸边，双手抱臂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妖蛇将最后2名散修撕成碎片，惨叫声在山涧中回荡片刻，很快被瀑布空明吞没。妖蛇连杀5人，身上也添了10余道深浅不一的伤口。它盘踞在礁石上，猩红的蛇性伸缩不定，警惕地盯着岸边3人。该干活了。追上他，他不行了！老大瞳孔骤缩，灵眸探之下，妖蛇的修为从筑基后期一路攀升，筑基8层、9层，轰然冲破筑基巅峰。不好！妖蛇仰天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嘶鸣，身形如闪电般射出，这一次的速度比之前快了数倍不止。老三！老三！老大飞身一剑斩在蛇身上，却只在鳞甲上留下一道白痕。妖蛇甩尾抽在他胸口，将他整个人抽飞出去，撞在崖壁上，碎石簌簌而下。怎么办，老大？跑！老大，往瀑布上跑，让那小子给我们垫背！ 2人身形瞬间掠过凡尘，带起一阵强风。小子，帮我们挡一挡！就在大蛇已扑至3丈之内，蛇口大张，心中扑面，毒牙切下之际，2人感觉到身后有股恐怖气息传来，灵牙如实质般朝四周碾压而去，瀑布水流被震得逆流而止。2人回头看去，凡尘已显现出筑基巅峰气势，他右手握住腰间的刀柄，身形微微压低。 这枚玉简是他在路上偶然发现的一具散修尸体上找到的。那散修虽不知名的妖兽撕成了碎片，随身物品散落一地。凡尘只取了这枚玉简，上面记载的是秘境的部分地图。西南方向的区域灵气最浓，但标注着危险2字。这人死前在往西南走。这些东西提炼出的全是精纯灵力，而药物提取出来的不仅有灵力，还有一些效果在其中，导致其外表为绿色。 这也是恩怨尽了。柳依依，这古殿里的东西我柳依依要定了。 你们几个识相的就滚远点！柳师姐，秘境中的机缘各凭本事，你这样怕是不妥吧？各凭本事，好，那你就凭本事来跟我争啊！找到你了。